你的 AirDrop 是不是又坏了？是不是无法传送呢？我们今天就来教你怎么修好它吧。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 AirDrop 呢，真的算是苹果生态链里面一个非常方便、一个具指标性的功能。因为你不管在生态链里面什么装置，可能是 Mac、iPad 或是 iPhone 之间，不管是要传送照片啊、档案啊、网址啊、地图啊、分享任何资讯，只要在生态链里面之间的装置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不只是在你可能同账号的2、3个装置间可以互传，那甚至是任何只要使用苹果产品的人，你跟他之间要互传的话，只要有开启这个权限，你也不太需要做任何的设定，都可以直接传送，至少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子。那 AirDrop 真的很好用，那这也是很多苹果的用户无法离开生态链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可能你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使用 iPhone 或是 iPad， 那你们之间要互传档案的时候，你不太想变成边缘人，自然就也会持续使用苹果的装置。但现在经过很多版本的软体更新啊，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 iPhone 啊、iPad、Mac 持续推出来，那有越来越多人提到后 ，AirDrop 这个功能开始会出现很多问题，不管是无法传送、传送失败，那甚至是也完全找不到他们需要传送的人的这些状况。那我在上次的影片，我们有稍微在片尾谈到这个地方了，然后下面的留言就一堆观众跳出来说他们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来拍这支影片来教大家说，如果 AirDrop 碰到问题的话，应该怎么解。好啦，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修复 AirDrop 的部分，我们会先讲到 iPhone、iOS、iPadOS 的这个部分。那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会讲到 Mac 的部分。那 Mac 部分也是包含可能你要手机传到 Mac， 或是 Mac 要传出来。OK，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在手机上面的 AirDrop。那如果你碰到问题，不管你是传送方或接收方，或是你们两边都可以做一样的处置，那我们就从手机上面来开始，一步一步教你怎么解。那首先呢，你当然是要知道怎么去开启 AirDrop， 不要笑，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一点。那大致上它有几个方式啊。那首先你要确定你在设定里面的蓝牙还有 WiFi 两个都是开启的，因为你基本上可以尝试嘛。你今天如果在这两个地方都是直接把它关掉的状态下，这种时候你再到 AirDrop 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它的 AirDrop 就自动变成关闭的状态。那其实你要开启它有几个方式啊，那就是在进入设定这边，在设定的里面的一般，然后到 AirDrop 这边，你就可以去开启。那你要开启的权限就是说，你要接收的人的档案，你是需要它只在你的联络人的名单上面呢，还是你希望可以接收所有人传来的档案？那你看到我一选开启之后，上面的 WiFi 图示就自动跳出来，然后我再回到这个 WiFi 跟蓝牙的设定这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们两个都自动被开启了。所以这两个是你要开启 AirDrop 就必定要开启的功能。那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你接收方不小心关掉了 WiFi 或蓝牙的其中一个，那就算他先前有开启过 AirDrop， 你在关闭这些之后，他的 AirDrop 也会关闭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确认的部分。那在 AirDrop 设定的方式，除了刚刚我介绍的这个设定啊、一般啊，去里面找到这个选单的话，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右上角任何主画面，可能在设定啊、主画面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向下拉。那你在左上角这边有看到一个飞机啊、WiFi 啊、蓝牙的这个图示，那你就点这个视窗，然后按着不要放，然后这边就会跳出更多的选项。那你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AirDrop 的这个选项。那你轻点下去，它就会进入到这个设定画面，就可以看说它是要关闭接收、只限联络人，或者是所有人都可以接收。好，那第三个很多人使用 AirDrop 可能会造成无法传送或接收的问题，就是在个人热点的地方。那有一些人他们都有分享到，如果你在个人热点开启，或者是有正在使用个人热点的情况下，那这不管是你有开启，那或者是你有装置连接到你个人热点的这些情况下，有时候会造成 AirDrop 无法使用。你就可以试试到个人热点这个地方，先把它关闭起来，然后看看 AirDrop 是可以使用。那如果以上的设定都正确，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AirDrop 的话，那你就可以尝试到飞行模式这边，那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开启，或者是你可以从右上角直接向下拉，看到这个飞行模式。那你开启飞行模式后呢，大概等个5秒、10秒甚至15秒的话，那你可以再把它重新开启。那开启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尝试看看 AirDrop 是不是可以使用。那第5点呢，就是重新开机。那这个算是我目前使用到基本上解决了很多大部分 AirDrop 不能传送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想要一步步的尝试，你就想要直接重新开机的话，也是可以。只是因为 iPhone 它开机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后，所以我会建议可能以上步骤先快速尝试一下啦。那所以在那些步骤都试过还是无法接受或传输的话，你就可以尝试重新开你的 iPhone。那这种时候可能两方的手机都重开看看，那通常会解决99%的问题。OK， 那如果到这样做了，你还是不能使用 AirDrop 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到设定里面的一般，然后你滑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转移或重置 iPhone 的选项。那点进去之后，下面有一个重置的选项。
然后这边有个重置网络设定的地方吼，那这边要先跟你讲说，如果你按下这个，你先前有连接过的这些 WiFi 啊，这些密码，所有的记忆等等都会被消除哦。所以你有固定些使用公司的 WiFi 或是特定地方的 WiFi 的密码是你不记得，或是可能要再去开启很麻烦的话，那你就先记着，你现在重置网络的话，就会把那些密码删掉。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尝试重置你的网络设定，看看这样会不会让你的 AirDrop 可以使用。那如果以上讲的这些都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看看，可能你软体是不是要重新更新啊，或者是你要重灌你的 iOS 或是 iPadOS 的部分。那如果到这样还是没有办法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把你的 iPhone 或者 iPad 拿回苹果去做检查。好，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来讲，可能 Mac 传输到 iPhone 或者 iPhone 传输到 Mac 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要怎么解？好，有赞助商我们才能持续拍摄这类的内容。我们就来谢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 SetApp。那 SetApp 是一个我在合作之前就有使用过的软体后，它结合了上百种 Mac 上面最热门使用的 App， 那并整合在一个订阅制的方案，让你可以合法的使用这些付费软体。像我最近发现的一个软体叫做 OneSwitch， 它把很多系统里面你需要去选单里面慢慢寻找的一些功能全部整合在一起。那你看预设选单上就有静音麦克风啊，还有这个隐藏桌面这个功能。那像我现在想要做萤幕录制的话，我就直接打开，就可以把我的桌面清得非常干净。那另外呢，还有 iStat Menu 的完整版，那这个完整版比你在 App Store 上面买的还多了不少功能，像是可以自己调整 Mac 的风扇转速啊。那另外呢，像是可以看到你 Mac 目前运行的完整状况，里面还有另外100多款的 Apps， 只要你订阅 SetApp 之后呢，都能随时合法的使用完整版。还不确定是否要订阅的话，也可以免费试用 SetApp， 我会把试用的链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自己去注册咯。那关于 iPhone 上面可以重置跟设定的，在上个部分我们都有讲到了，那你可以先去重置那个部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在 Mac 上面有一些设定你需要来做调整，才可以让它可以传送。OK，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 Mac 上面，其实你要开启 AirDrop 的方式跟 iPhone 上面并不太一样齁。那你可以在这个设定的地方，这边可以点下苹果这个 icon， 那这边有个系统偏好设定，那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先到这个 Dock 与选单列的地方，那这个是我建议先开启的。那你在左边你可以看到 AirDrop 的这个选项，那你这边就可以先勾选说这个在选单列中显示。那你这个勾选下来之后，在上面的选单列，你就会看到有 AirDrop 的图示出来，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开启啊、关闭啊，或是设定的所有的权限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调整。那另外呢，你看到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像是开关的图示，也是一样可以，你点一下，那你这边就可以看到有 AirDrop 的选项，你一样可以点下去。那在这边可以做开启跟关闭，或是权限的选项都一样可以在这边设定。好，那另外一个设定就是在 Finder 里面可以随便开启一个档案夹。那你看现在左边的这个这些喜好项目里面并没有 AirDrop 的选项，那其实这个部分是你可以自己开启的。你到 Finder 左上角这边，然后到偏好设定这边去选一下，可以看到这边有 AirDrop 的选项可以勾选。那如果你选一下，你就会看到现在在这边的项目里面有 AirDrop 跳出来，那你点下去就一样有 AirDrop 的选项，可以直接看到说，谁可以直接分享啊？那或者是在下面有一些设定的选项可以让你选择。那如果你就是想要让你的这个 Finder 维持很干净的这个方式的话，你不想让它显示在旁边，那你也可以记下这个快捷键，就是 Command Shift 加 R。按一下，它就会直接跳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其实很好用，我以前不太会用，可是它其实会解决一个我们 AirDrop 没有办法传输的问题。那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部分。OK， 好，那下一个步骤也是一样啊，我就是建议啊，不管是 WiFi 啊、AirDrop 啊，或是蓝牙这些部分都先把它关掉，然后大概等个10秒之后，你再把它重新开启，或是你可以直接开 AirDrop 让它自动开启。那这样去尝试看 AirDrop 会不会就可以使用。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就可以再回到系统偏好设定这边，然后这边就可以跑到安全性与隐私权的地方。那这边可以先选到防火墙的选择，然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解锁的地方，先让它解锁。OK， 那解锁之后，你到防火墙选项里面。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确定看一下第一个项目，就是阻断所有传入连线这个部分，你是不是有不小心勾到？那如果有勾到的话，就把它解开。那下个部分呢，在控制中心这边，你可以确定说你的选择是允许传入连线。好，那再来在这边这2个项目呢，自动允许内建的软体接收传入连线，那还有自动允许已下载的签名软体接收传入连线，这2项也把它勾起来。那这样都结束之后呢，我建议就是还是先登出一下你的账号，然后再重新登入，然后再试试看说，这个 AirDrop 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那如果真的还是不行的话，我就建议可能就是要重新开机一下，看看这个会不会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通常也
大致上如果真都不行的话，这个通常会解决大部分所有人 AirDrop 不能使用的问题。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最近蛮多观众也有碰到的问题，那这个通常是发生在可能使用 M1 以后的机型的 Mac 会比较常碰到。很多观众分享，包括我自己都是在使用 M1 Max 或甚至是 M2 的 Mac 才会碰到。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有一个解法啦。首先我们先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分享档案的时候，那尤其是我从 Mac 要传出去到我的 iPhone 的时候，我可能做好一个封面，然后我要传到我的 iPhone 上面去看看怎么样。然后我在这边我会选择这个档案，然后按滑鼠的右键，然后选择分享的地方，然后到 AirDrop 的这个选项。那这边呢，你会看到可以分享的联络人啊，或者是你可能自己的装置也会在上面。那这个问题我碰到就是有时候会发生，有时候不会发生，可是最近发生频率还蛮高，就是你会没有办法点下去。OK， 现在又是没有办法点下去。那这个没有办法点下去就是很奇怪，你也不太确定说它到底有没有在传送。那它其实是没有，很诡异的就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连取消这个键也没有办法按。那这种时候，这个整个 Finder 的画面就会像卡住一样，你也不能做其他的调整。那如果你要跳出去的话，你要按 ESC 的键 ，Escape 的键，然后这样就可以跳出去。那这部分很麻烦，有时候你急着要传档案的时候，那重开机是可以，可是你要再等一下，就是急着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其实有另外一个解法，那就我刚刚有讲到的这个 AirDrop 的这个在 Finder 里面的这个档案夹，你可以先把它开启。那你把它打开来到旁边，那如果你没有旁边这个预设选项的话，你也可以按旁边 Shift 加 R。好，那这个如果你看到这边有这个人跳出来的时候，你虽然刚刚那个地方 AirDrop 不能使用，可是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直接把档案抓过来，放到这个分享人的上面。然后你看，它这样就可以分享。然后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就卡住，没有办法分享。可是你用这个方式就有办法分享。好，苹果妹拒绝我的要求。他以为我要传，好，没关系。那这个方式是，如果你要传给别人的装置或者另外的装置的时候可以使用。那我还没有碰到观众说这个方法是无解啦。但是如果你今天刚好就是说你要传出去的装置也是你自己的，哦，就比如说你另外一个 iPad 或者那个 iPhone 也是你自己的，那你 Mac 跟那些装置都使用同样的账号，你其实也可以使用接力的方式。那接力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在这个档案上面你选取拷贝，然后你再回到你的 iPhone 上面去贴在可能备忘录上面啊，或是跑到档案里面去把它贴上去，这种方式就还是可以使用。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方式啦。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急用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用接力的方式来解这个传输的方式。但这个当然是只限于就是所有装置都是在你自己的账户下面。OK， 那以上我提供的这些方式呢，基本上解决了所有我 AirDrop 不能使用或者我碰到的任何故障啊、任何问题，基本上我以上的这些方式都把它解决掉了。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你的 AirDrop 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话，那可能你要尝试 Mac 或是手机重置啊，或者真的需要联络苹果的客服来帮你解决。或许是里面有一些其他硬点的问题造成你没有办法使用 AirDrop。那当然呢，最后还是要老实跟大家说一下了，这个 AirDrop 呢，或是苹果他们生态链里面其他的方便性是很多我们这一些苹果使用者选择使用苹果的原因。那是否一个应该那么直觉性使用或者习惯性使用的一个功能，我们反而要去找很多不同的解法来解决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大家去思考。那也希望苹果在这些部分也尽量再去改善、去加强，那也不会让这些方便性变成造成我们更多的麻烦。好，那希望以上的教学影片对你有帮助。那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那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个月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刚好在外面在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就接到有人要用 AirDrop 传照片给我。那通常我是不会接收这种东西啦，但那一天我就想说，可能是什么小屁孩想恶作剧，我看看他要传什么，然后我得到的照片是这个。对，我不知道这个照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几分钟后呢，我又接到同样的人传一个照片过来，然后我又一样按接收，然后得到这个照片。但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啦，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传一些恶意啊，或是不太适合观看，或是可能有病毒讯息的照片在里面，所以尽量不要这样做。